这段确实蛮有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人。因为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啊，两岸关系确实一度改善了。那么台湾正式讲是开放探亲是1980年代，1987年。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外省籍的台湾人移民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以后啊，已经在台湾正式开放对大陆探亲之前，通过香港进入大陆探访亲属，受到热烈欢迎的。那么当时中共急缺外汇，这些人带去外汇赠给亲友，亲友把钱再存进中共的银行，换成人民币花。那么这点有限的外汇啊，让一些地方官员都能够十分看重，因为会提升他们的政绩的。那个时候从美国这些一些国家带一些，就从台湾去其他国家，然后再回大陆探亲的这些人，带一些这个洋货，都会让闭塞的大陆人非常开眼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我有一个舅舅，以前在国民政府空军服务，这个大陆沦陷之前，他是正好在美国德州那边和国府空军的飞行员一起培训，他自己是翻译。那么后来飞行员训练完了以后都回台湾了，他就留下来念书了。以后呢，他也和工研院的很多项目合作，因为他在 RCA 公司工作，工研院的人没有人，老一辈的人像曹兴诚他们没有人不知道 RCA 的。那我就原来就在那里工作做事，所以他经常去台湾去桃园。他呢，1979年从美国经过香港到了中国看望国内的我的这个长一辈的亲友，包括我们这一代。然后他也当时给我送了一台收录机，当时我在大学念书，对这台收录机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帮我可以更好学英文了。那种普通的家用电器，当时大陆完全不会造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85年。我再举一个例子，当时1985年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那么跟我同事的有一个人是邓小平的小女儿，叫邓蓉。他有一次从香港回来，鲍玉刚那个船商送给他一些电子计算器，那么他就给了我一台。当时大陆完全没有这样的计算工具。那么我讲这两个小故事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当时两岸关系主要是私人层面的，那么大陆人普遍那个时候对台湾人是有尊重和羡慕的感觉的。那时候并没有两岸敌对的意识，不管共产党怎么宣传，台湾人从海外回到大陆，大陆人对待他们绝无敌意，只有尊重和羡慕。那么1987年，蒋经国总统正式开放大陆探亲，很多老兵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见到亲人亲属了。那时候应该讲是两岸的居民感情上最亲近的时候。对那些因为中共的政治压迫，还有追求他们追究大陆人的海外关系，很多大陆的台湾老兵的在大陆的亲属都以前在被共产党迫害得很厉害，那么他们在来自台湾的亲人面前，又穷，社会地位又低，确实呢十分卑微。那1992年以后情况开始变化，就是两岸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那么台商开始大批登陆了，两岸关系从民间转化成官方关系了。中共是寄希望于台商到大陆投资，同时帮着大陆把大陆的生产的产品输送到西方国家的市场。那这种非常实用主义的考量呢，让中共有求于台湾，所以那时候中共自己对台湾的敌对情绪也最低，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很多人对大陆的印象，那么这种印象甚至一直延续到后来。但是随着中共觉得它的经济实力大增，扩军备战的步伐步步推进，它的国际野心又重新作祟了。那么到了2019年，我们在以前节目里谈过，中共直接向美国挑衅，点燃了中美冷战。那么这种状态下，中共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威胁就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那马英九时代他所看重的两岸关系，一旦是被现在这个中美对抗所淹没，就再也没有让中共重新重视的价值了。所以我看到有人说两岸关系恶化都是蔡英文的错，这就明显的歪曲事实啊。
因为台湾的民意在民主政体下必然会反映到议会和舆论当中啊。那中共对民主的台湾乃至美国的敌意，是他胎里就带着的基因。台湾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中共对外扩张的野心。那如果说台湾的政治人物有错的话，那就是10几年前他们怎么看不到这种潜在危险呢？早就存在了。那么中共早年对台湾提出了一种一国两制的方针，他当时没有付诸实施的时候，那其中一些含糊空洞的承诺，似乎给台湾人一种抱有一些良好的期待。但是，等中共在香港开始摧毁一国两制的时候，台湾人才真正看到真实可怕的前景。就我想到个比喻，就好比有一个人看到一只又病又弱的老虎，把它捡回去喂养，那么老虎被养着呢，也做出双方亲善的姿态来。结果这个人就以为说养壮老虎没什么危害啊，结果等到老虎真肥壮了，它本性暴露出来了，开始张牙舞爪，有一天甚至还想张口咬喂养它的人。这个时候，这个人才意识到说，不是老虎犯错了，是自己犯傻啊。所以最后我想讲4点啊。第一点就是不要以为老虎不吃人，中共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武力威胁台湾，只是中共的海空军长期军力弱于台湾而已。那么等到中共军力增强以后，他早晚就会开始武力威胁台湾。对这一点，台湾的民众不应当对中共抱有善良的期待，因为以为他舍不得攻击台湾。那第2点，不要以为发展两岸经贸就能让老虎温驯。中共曾经在经济发展方面利用过台湾，直到今天还有大批台商在大陆经商呢，也有不少台湾民众去大陆发展。那么这种经济交往很容易让台湾民众产生所谓岁月静好、两岸共荣的这种想法。但长期以来啊，中共其实一直在扩军备战。扩军备战的这种举动显然不是为了岁月静好啊，而是中共实力增加以后就想发动对外侵略的传统。面对这样的局面，台商和想在大陆谋生的台湾民众是要未雨绸缪哦。而第3个就是不能因为台湾小而中共大，台湾军力不如中共，就陷入对中共的恐惧心理。因为只有不畏战、不怕战，才能在台湾社会中产生足够的凝聚力，做好必要的国防准备，让中共不敢攻击台湾。而第4呢，就是今天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复杂，要对台湾的民众啊、观众朋友们，你们要对国际媒体还有外国政治人物有更深的了解，学会识别他们的声音，更加要分析他们的立场变和不变，这样才不会轻易的被他们的1、2句话所左右。那么我最后讲的第4点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节目中一定会碰到的内容。我此时此刻心中就想到，其实这2天美国那位拜登又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随时观察的，不要轻信他们任何人，但是自己一定要坚强。